片中的6位概念神，谁在各自级别的统治力更强一些呢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6位概念神。图1，愤怒的佩雷拉；图2，超级赛亚人马哈切夫；图3，买药的骨头琼斯；图4，没钱的干尸嘴炮；图5，满棒拥有冠军之心的铁血纳甘诺；图6，超频大眼。OK， 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咱直接开牌。第6名我会给到 UFC 304超频大眼。UFC 324是大眼状态最好的一场比赛，无论是他的肌肉刻度还是冠军之心都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去应对小鹰那里狂练摔跤，补习自己的摔跤技术。那场比赛大眼化身超频大眼，狂捏华子，各种摔各种揍，甚至说都旱地拔葱，不仅端了华子的13连胜，也夺了次重量级的冠军腰带。但是我还是把他放在第6名，因为那几个太变态了。而且大眼这场比赛状态是很炸裂，但也是华子太水了。打完这场比赛之后，大眼现在2连败，华子是3连败。虽然这场大眼很超频，但往上数巅峰 GSP 还有巅峰乌斯曼，我感觉他一个也打不过。往下马达莱纳、马哈切夫、莫拉莱斯、沙夫卡特、伊恩加里，甚至说普拉特斯，他也一个打不过。所以说他没啥统治力，也就那场表现比较炸裂，被大家记住了。第5名我会给到愤怒的佩雷拉。313佩雷拉跟安卡拉耶夫的一番战，不幸被安卡拉耶夫夺走腰带。两人的2番战之前，大多数拳迷也是看好安卡拉耶夫。但是320佩拉直接化身为愤怒的佩拉，就赛前称重也感觉压力满满。赛前佩拉说自己一番战之前减重太多了，然后没有好好的休息，只有不到40%的状态。大家都以为佩拉在吹牛逼，结果上去80秒直接把安卡拉耶夫 TKO 了。13场不败的安卡拉耶夫被佩拉生吃。我说实在的，佩咱是低调了，一番战他状态也就不到10%。但是为啥状态如此炸裂的佩拉只能排在第5名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轻重历史上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比如说轻重历史上那2座大山，骨头和 DC， 这2个都是摔柔系高手，佩拉估计很难打得过。佩拉的硬实力估计是轻重历史第3，所以说给他放在第5名这个位置。第4名我会给到没钱的干尸炮。羽量级的干尸炮简直就是不讲道理，1.75米的身高，1.88米的臂展，在当时的羽量级简直就是个怪兽，战胜了钻石、天佑、国王、门泽斯等顶级高手。羽量级的干尸炮真的是太狠了，左手的精准狙击，一拳超人。但是吧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羽量级又有很多高手逐渐显现，就比如说新任的羽量级历史最佳大帝，以及那位不败的双冠王西班牙的传奇斗牛士伊利亚托普利亚，还有那个后来打出13连胜羽量级的传奇铁人麦克斯霍洛威，这3个我感觉都可以跟干尸炮掰扯。所以说干尸炮的实力定位大概在第4名到第1名之间，我个人感觉是第4名，因为这3个确实都很难打。第3名我会给到满棒的铁血战士弗朗西斯纳甘诺。UFC 260那场比赛，铁血的状态实在是太炸裂了，满棒的体重，炸裂的肌肉，还有一颗冠军之心，而且老铁还进化出不错的摔跤和防摔技术，再加上他世界第1的重拳，真的是一人形金刚。那场比赛老铁全程吊打火警，不仅 K 了火警，而且也反复鞭尸啊，真的是太吓人了。但是那场比赛铁血的状态虽然很炸裂，但火警的状态也是真的差。铁血的状态虽然很好，但他技术还是那样，并没有多大的提升。我认为骨头汤姆、巅峰火警以及现在的盖恩都能试吧他。虽然老铁那场状态很强，但并非无可战胜。实力的话，我认为是第1到第5之间吧。我个人会给到第2名。第2名我会给到超级赛亚人伊斯兰姆马哈切夫。UFC 280马哈切夫直接化身超级赛亚人，小鹰更是往死里出钱，砸了上百万美金，就是往死里训练马哈。那场比赛马哈切夫的肌肉都拉丝成啥样了，都壮得跟头牛一样。本身就是大六边形战士的马哈切夫六边形再次扩大，真的就是轻量级最强形态，完全压着奥利维拉打，战力摔跤全面领先，柔术丝毫不惧，最后也是降服了奥利维拉。拉哥那场比赛输真不丢人，遇到了轻量级的版本答案，但是轻量级还是有选手能跟这个时期的马哈切夫刚一刚的，就比如说降服康纳时候的小鹰，以及 KO 奥利维拉的图普利亚。但是最强我还是更倾向于超级赛亚人马哈切夫。第1名毫无疑问啊，满腰的骨头乔恩琼斯。首先轻重的长太骨本身就是很逆天了，近乎量级无敌的存在，最顶尖的身体条件2.15米的臂展，1.93米的身高，最顶尖的技术，站立摔跤柔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。他还脏，他还狠，他还不要脸，在他身体技术还有心态最巅峰的状态，他还把药量拉满了，这怎么打怎么玩，这就相当于开挂了。轻重历史第2强的高手 DC 丹尼尔科米尔直接让骨头给打哭了，不仅让打哭了，直接让打服了。有人问 DC 在骨头巅峰时期有没有人比他更强， DC 说没有，在我与他2番战的时候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他都已经让骨头给 K 了，我感觉地球人没有人能打过他了，这个是真让打服了。 DC 跟我一样看不起骨头的人品，欣赏骨头的实力，这个时候的骨头别说轻重了，就是重量级历史上也没有几个能拿得下，轻重历史实力断档第1，所以说买药股排第1真的没啥疑问。行，兄弟们，本期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